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回归靶场，8集奇幻神剧今晚开播，4大看点预定爆款。赵丽颖用算你硬刚媒体平台，而在人间界赵丽颖的梗衍生多个关联话题，阅读量突破1次大关，算是得到一次很好的宣传。抛开剧方不说，赵丽颖这次的角色是她演艺生涯中一次全新的体验。那么这部8集高概念奇幻剧在人间到底怎么样？为什么我敢说赵丽颖的这部新剧凭4大看点能够火爆全国？看点1：高概念奇幻剧水仙剧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高概念剧集与普通剧集到底有什么区别。区别1：普通电视剧的核心驱动力是人物成长、情感关系、社会议题，高概念则是强设定、强悬念、创意优先。区别2：普通的叙事节奏慢热，并注重细节铺垫，高概念则强冲突密集，节奏快得飞起。区别3：普通剧集吸引观众靠的是情感积累，高概念则瞬间抓住观众的眼球。然而，高概念的同时还带着奇幻剧的标签，光在标签上就足够吸引人了。明白上述内容后，就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非常期待《在人间》这部作品了。有人期待精彩，也有人想看看是否会翻车。有趣的是，通过《在人间》的预告片，贾小朵和徐天或许是一个人，也就是说，假如徐天是贾小朵的人格之一，那么该剧也可能包含一种全新的内容，值得大家去深入探索。总而言之，光标签就能成为1大看点。看点2：姐妹与思辨。剧集的预告中有许多隐喻的台词，例如徐天跟贾小朵说影子是同一个人，我们不分你我等等。还有周一围扮演的是一本有句没露脸的台词，2句话中的她都是女字旁的，是否可以理解为她在为某个女性做心理治疗？然而在另一个镜头中，与画面环境相符的空间里竟然坐着徐天引访饰演，迷雾越来越多。预告片扔出的谜题不断，留给观众的思索便不会停。还有在人格切换时采用碎片化画面与声画错位、霓虹光影与冷色调交织的虚拟空间等等，都在无时不刻地释放烟雾迷糊观众，真的光是预告片就让人激动不已。然而剧集并未停留在悬疑猎奇层面，似乎是中更加高级的层面。贾小朵的结局到底是什么？剧中再见。看点3：导演徐冰自己的世界。导演徐冰是个勤劳的人，编剧徐冰则是个懒惰的人，他甚至不愿意为新作品的角色取一个新的名字。红色的男主角徐天，欢颜的男主角徐天，新世界的徐天和贾小朵还有铁林等等。虽然他对名字并不感冒，但他的作品却新意满满。而且他的作品中极其擅长隐喻的手法以及人格碎片化的手法。另外，在人间这部剧运用了大量的特效，坍塌的城市、深入水底的火车轨道、冲上云霄的山顶车以及雪山中的列车等等。先不说它影棚高不高级，有这些特效的存在，就把该剧拉高一个档次。看点4：演员阵容。演员阵容不多，但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技惊四座的存在。其中赵丽颖在这部剧中扮演的角色对她来说应该是全新的尝试。预告片中有多个令人满意的镜头，尤其是雨中撑伞抬头看向镜头那个状态，简直无敌。尹昉作为徐冰导演的御用演员，演技自然是没得挑。从徐天与贾小朵痴情的相拥，亦或者受伤摔倒在地上，每个镜头每个表情都比以前的作品更加有看头。还有光头的张一山、一本正经的周一围、诡异的董子健以及漂亮的孙千，这些演员的加入让整部剧更加有看点。多说一句，在人间以8集体量尝试美剧式快节奏叙事，或被业内视为国产短剧工业化新标杆。赵丽颖再度回归荧屏，这一次她选择了一个极具挑战性和先锋气息的题材——奇幻悬疑剧集《在人间》。这部仅8集的短剧集，却自官宣以来热度不断，
预告片一经释出，便在多个平台霸榜热搜。网友纷纷表示，赵丽颖终于演疯了，这次是她的演技登峰之作，剧情设定太敢拍，国产剧有救了。而从今晚起，观众终于可以一探这部剧到底有何魅力，又为何会被称为预定爆款。首先，不得不提的便是赵丽颖本人的表演突破。在《人间》中的她饰演的是一个被创伤撕裂一时，游走于现实与幻境之间的女性角色。这一设定完全脱离了以往观众对她的既定印象，不再是甜美温婉的乡村少女，也不是善良坚韧的宫廷女子，而是一个在心理崩溃边缘挣扎的普通人。她要在极短的篇幅内展现出多重人格的碰撞、情绪的崩塌以及内在灵魂的挣扎。这种演绎方式不仅考验演技，更考验演员对人性深层次的理解。而赵丽颖显然是带着极强的觉悟与勇气投入角色，她在镜头前的表现已不仅仅是演出，更像是一次灵魂上的燃烧。第二个看点来自于在《人间》的剧作结构和艺术风格。这部剧采取了非线性叙事与心理映射手法相结合的表现形式，类似于意象小说与梦境电影的结合体。它不追求情节的强逻辑性，而是通过碎片化、跳跃式的情节推进，带领观众深入角色内心深处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是一次挑战观众传统观看习惯的作品。它拒绝爽感，但拥抱深度。它不靠反转取胜，而是靠共鸣赢得尊重。这种艺术探索本身就是对国产剧生态的一次积极冲击，象征着创作者正在尝试从工业化产出向个性化表达过渡。第三大看点则是在《人间》所涉及的题材，奇幻加悬疑加心理。这种多重风格融合的剧集在中国市场中相对稀缺，尤其是在短剧形式中，观众往往习惯于快节奏加重反转，而在《人间》反其道而行，强调情绪感染力与精神共鸣。它将现实与幻觉融为一体，用奇幻的外壳讲述一个关于人类情感、家庭创伤与自我救赎的现实故事。剧中那些看似荒诞的设定，其实都与主角童年创伤、家庭秘密与社会现实紧密关联。这种题材的表达难度极高，却能带来极大的情感释放与价值思考。可以说，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让观众带着脑子和心一起追的作品。第四个核心看点是剧集制作团队的诚意与实力。导演张涵文曾参与拍摄多部心理题材影片，对节奏控制与镜头语言有极高把握。配乐由金马奖提名音乐人操刀，全剧色调也采用冷暖交错对比，营造出梦境与现实交替的错觉感。从选角到服化道，再到后期剪辑与音效处理，每一个环节都透露着高级感与探索精神，这在当前国产剧尤其是短剧市场中实属罕见。它不仅做到了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平衡，更做到了结构完整、逻辑缜密、节奏流畅。这对于一部仅8集的小体量作品而言极具挑战，但它做到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《人间》的热度并非偶然，这背后是赵丽颖与团队对市场洞察力的精准判断，也是观众口味逐步变化的一种体现。当下年轻观众对于反套路新题材情绪价值有着越来越高的追求，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爽剧的纸片人设与机械反转，而是更希望看到有血有肉的人物与有灵魂的表达。而在《人间》恰恰切中这一点，他用疯癫掩盖清醒，用荒诞逼近真实，用怪诞风格讲述普遍人生。而赵丽颖正是这个时代稀缺的有能力将这些抽象概念具象化的演员。观众为何会被赵丽颖演疯的形象所吸引？因为在她身上，我们不仅看到了演技的爆发力，也看到了情感的共鸣力。她并非只是一个演员，而是一个情绪的传导者，痛感的代言人。在她崩溃时哭泣的眼神里，在她独自喃喃自语的低语声中，我们看到自己在夜深人静时的脆弱与孤独。她用自己的方式，在剧中为观众演绎了无数个现实中的我们。而这也正是在《人间》最动人的地方，
他让我们正视痛苦，并与之和解。它不是鸡汤，不是励志，也不是表面化的温暖，而是一种深沉、克制而真实的情感呈现。它告诉我们，人生并不总是光明与胜利，更多的是自我和解与重新出发。而赵丽颖饰演的林玉谦正是这场和解旅程的引路人。她经历崩塌，经历幻觉，经历情绪的极限，却最终走向内心的宁静。这种叙述逻辑比任何逆袭爽剧更真实，也更具治愈力量。当然，这部剧也将面临一些挑战。一方面，它不走主流套路，可能会对部分观众的审美构成挑战；另一方面，它节奏较慢，情节密度大，需要观众耐心读懂。但我们相信，真正有思想、有审美、有情感共鸣力的作品，一定能穿透噪音，被看见，被喜欢，被铭记。写到最后，我想对所有正在阅读的朋友说一句：赵丽颖正在经历一场职业生涯的觉醒，她不再追求安全区，而是在不断拓宽演员边界，挑战自我极限。作为观众，我们是幸运的，能在这一时代亲眼目睹一位演员从偶像向艺术创作者的转变。如果你今晚打算追在人间，请你放下所有成见与预设，让自己沉浸在这个奇幻与现实交错的世界中，去感受赵丽颖带来的演技洪流，去思考剧中人物的命运轨迹，也去体会你自己内心的某一处被点亮。一部剧可以是一场追剧狂欢，也可以是一次心灵启示。愿你今晚也能在人间里找到那个曾经失落却从未消失的自己。真人比镜头更惊艳。粉丝哭诉，王一博的颜值被镜头偷走了一半。王一博的颜值是漫画与现实的完美碰撞，从锋利如裁纸的下颌线到矛盾感十足的爱脸，183厘米的身高配上教科书级肩腰比，连生图都能图榜热搜。他穿麻袋走 T 台，素颜汉诗仍像艺术品，用古香优势和用生命营业的态度，把每个瞬间都变成审美教科书。见过王一博真人的人，10个有9个的被他的长相暴击。这哥们往那一站，活像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男主角，连空气都能凝固成偶像剧现场。摄影师圈早就传开了，给王一博拍照根本不用修图，他那张脸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。你瞅他这脸的山根，跟用车子量过似的笔直，眉骨和鼻梁连成的线条，比古希腊雕塑还精致。最绝的是下颌线，锋利的能裁纸，转折处又顺滑的像德芙巧克力。化妆师都吐槽，给他打阴影都是浪费时间，随便扫点光就是高级感。双引号。要说王一博最绝的，还得是那张矛盾脸。不笑的时候，微微下垂的眼角自带疏离感，眼神冷得像北极冰川，浑身散发生人勿近的气场。可一旦嘴角上扬，奶彪混着梨涡齐上阵，瞬间从霸道总裁变邻家学长。有次拍《无名路透》，他蹲在片场缩粉，油头工装造型被嘲工地王子，结果生图出来直接图榜热搜，网友辣评：这哪是修车工，分明是落魄贵公子。这种反差萌，连导演都感叹，他往镜头前一站，戏都不用演，情绪自己就到位了。双引号。别看他长着一张爱脸，身材管理才是真变态。183厘米的个头，腿长直接占2/3，宽肩窄腰的倒三角，套个麻袋都能走出 T 台气场。有健身教练分析过他的肌肉线条，肩腰比 0.68， 这数据都能当教科书了。拍追风者时，他穿着民国长衫打拳，肌肉线条在衣料下若隐若现，观众直呼这哪是文弱书生，分明是武林高手。更绝的是拍摩托车广告，他穿着皮衣跨坐哈雷，肌肉线条撑起衣服的弧度，被车迷称为行走的荷尔蒙教科书。不过要说最让人服气的，还的是他的镜头作弊器。金志文在春晚后台说过大实话，和王一博同台压力山大，他往那一站，灯光自动聚焦。这话听着玄乎，但真有科学依据。
面部黄金比例加立体骨香，让他在镜头前自带聚光灯效果。有次综艺直播，他坐在角落玩魔方，镜头扫过时弹幕直接炸锅，镜头在往他那边跑。这人脸是自带美颜吗？后来节目组透露，那场直播根本没给王一博特写，全靠自然光和原生镜头，愣是把其他嘉宾衬成了背景板。这种降维打击在时尚圈更明显。2024年米兰时装周，外媒原图直出他穿解构主义西装的照片，硬生生把灾难现场穿成高定教科书。时尚博主分析，他下颌角转折点低于常人，让棱角感变得柔和。这种骨香优势，连普通西装都能穿出定制感。更狠的是他玩转各种发型的能力，从银发美少年到脏辫酷哥，每次造型都能引发模仿潮。去年染了雾霾蓝条染，直接带火一博色染发膏，美发店预约量暴涨3倍。不过也有毒舌吐槽他3庭5眼不完美。有专业分析指出他中庭偏长，鼻头略大，但神奇的是这些缺陷全被骨香优势化解。就像有整形医生点评，他鼻骨虽粗，但鼻唇角接近90度，加上颧骨内收，反而显得贵气。更绝的是那双3白眼，放松时自带冷感，瞪大时又透着倔强。这种矛盾感让他在无名里演卧底警察时，一个眼神就能让观众脊背发凉。说到底，王一博的颜值之所以能降维打击，关键在真实感。他从来不靠精修图维持人设，素颜照照样能打。有次被偶遇在滑板公园，晒得黝黑的皮肤配着汗湿的头发，下颌线却清晰的能当尺子用。粉丝都说他连毛孔都是艺术品。这种真实反而成了稀缺品，在遍地精修图的娱乐圈杀出一条血路。最近他主演的《追风者》热播，有观众发现个有趣现象，镜头对脸拍特写时，他眼下的泪沟反而成了记忆点，被美妆博主称为破碎感神器。更绝的是哭戏，泪珠挂在睫毛上摇摇欲坠，硬是把偶像剧哭成电影质感。有导演私下说，给他哭戏镜头都不用打光，自带柔焦效果。双引号，这种颜值优势也带来甜蜜烦恼。有次机场被粉丝围堵，保安举着喇叭喊王一博往这边走，结果全场齐刷刷看错方向，大家以为喊的是旁边戴帽子的工作人员。更夸张的是生日会，他戴着口罩和渔夫帽低调现身，愣是被眼尖粉丝从背影认出来，乌泱泱的快门声直接把现场变成演唱会。说到底，王一博的颜值已经超越了好看的范畴，成了种文化现象。有高校教授把他写进当代审美心理学教材，分析他的骨香如何契合 Z 世代审美。美妆品牌更是疯抢他当代言人，某粉底液广告词直接玩梗，王一博用了都说好，素颜也能打。连整形医院都推出一博同款鼻项目，虽然他自己澄清，千万别学我整容，原生脸才是最棒的。双引号。最近他还因为反差萌上热搜。某次颁奖礼后台，他蹲在地上帮工作人员捡东西，为意帽子滑落露出尖下巴，被偷拍的粉丝狂赞，这哪里是顶流爱豆，分明是勤工俭学的学长。更绝的是他参加公益活动，背着救灾物资爬山，汗水浸透的后背线条引发热议，这腹肌是真实存在的吗？救灾还保持8块腹肌，太卷了。双引号。说到底，王一博能成为颜值天花板，靠的可不只是老天爷赏饭吃。有舞蹈老师透露，他为了舞台效果，每天对着镜子练表情管理，连微表情都要抠细节。拍《冰与火》时，他提前3个月和刑警同吃同住，硬生生把书生气磨成硬汉感。这种用生命营业的态度，才是他颜值长青的终极密码。现在问题来了，你觉得王一博最让你心动的瞬间是什么？是米兰时装周杀疯 T 台的冷峻贵公子，还是追风者里让人心颤的泪眼？又或者是滑板公园里那个汗流浃背的邻家男孩？评论区聊聊，
点赞最高的朋友送王一博亲签照1张。当我们提到镜头感，大多数人想到的是一种艺人的表现力，是灯光之下、摄影之中、舞台之外的综合呈现。但很少有人会想到，镜头在还原一个人真实样貌时，其实存在极大的美貌流失率。而在王一博的粉丝圈里，这样的损耗甚至成了一种常态化的吐槽。他明明那么白，皮肤细腻到反光，为什么镜头上就只是清秀？真人的王一博根本就是雕刻出来的，一笑我直接晕倒。粉丝见面会那次我站第一排，眼泪掉下来不是感动，是被帅哭了。类似的评价在网络论坛、粉丝博主的留言区频颇可见。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容貌误差，而是一种粉丝在多次近距离接触王一博后集体达成的共识：王一博的美，镜头只能记录一半。双引号。说到这，不得不回溯一个最典型的事件：某次品牌线下活动，王一博作为代言人惊喜现身。彼时他一身白西装，阳光斜照在他的脸上，五官立体，皮肤通透，笑容温柔。当现场视频上传至社交平台后，评论区却一片镜头不配的怒吼：他皮肤真的在发光，现场气场超级强，但视频拍得好普通，这哪里是生人，是雕像吧？连不少路人都被粉丝实拍视频打动纷纷，表示没想到他真人这么精致。是的，镜头偷走的不仅仅是王一博的颜值，还有那种只有亲眼见过才知道的真实震撼感。他的皮肤状态在粉丝中几乎是神话般的存在。早期曾有网友在机场偶遇，描述王一博穿着帽衫、素颜，安安静静的等行李，但他脸白得反光，肤质真的比女生还好。也有摄影师在拍摄某时尚杂志花絮时坦言，他是那种不怎么需要修图的人，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反而要降低肤色亮度，不然画面太不真实。双引号。这种镜头损耗率并非独属于王一博，而是娱乐圈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影像偏差。摄影、灯光、妆造、滤镜，所有视觉加工都基于平面构图，却很难完全承载一个人360度无死角的现实立体感。而王一博作为一名出道多年、频繁出现在各种光源环境下的艺人，其实已经算是镜头极友好的类型，但即便如此，也挡不住他真人颜值令人震撼的现实反馈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王一博是那种从现实中走出来，强烈撞击你的感官的艺人。他的美，不是只靠修图撑起来的那种纸面帅哥，而是从五官比例、气质姿态到整个人的存在感，构成一种难以复制的真实魅力。这种魅力不止一次体现在粉丝实录中。许多站姐在拍摄花絮时惊叹，他只要一抬头，镜头自动追光，就算拍糊了，也有一种氛围感。这说明他的气质是打破了镜头边界的，是可以穿透分辨率和像素限制的存在。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网友在见到王一博真人之后，会陷入一种认知重建的情绪波动。原来他不仅仅是帅，更像是一种令人震撼的存在。有粉丝这样说道：我们回到明星的容貌影响力这个话题，颜值一直是流量时代的一个显性武器，许多艺人靠着浓妆精修一跃成名，却也在高清镜头下暴露无遗。相比之下，王一博身上呈现出的是另一种非工业化美感，他并不刻意迎合滤镜审美，妆造多为素压淡色，甚至很多时候在镜头前都保持素颜。但正因为这种本真，他才能在真实场景中散发更强烈的吸引力。他的美不是那种靠灯光打出来的幻象，而是足够自信、不惧放大的那种真实质感。粉丝对他的喜爱，也正是在一次次镜头失真与现实震撼之间被反复加深的。他们不是单纯沉迷于外貌，而是在与他面对面的瞬间，感受到了那份从外貌到气质的本体能量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王一博从未将这份美貌作为卖点去过度消费。他几乎不在综艺中刻意卖脸，不刻意营业颜值滤镜，
即便在采访中被问及容貌优势时，也总是轻描淡写的带过。他的关注点始终放在作品、舞台与技术上，舞台上的舞蹈、荧幕中的角色、赛事里的冲刺，这些才是他想被记住的模样。然而，这种非颜值营销反而放大了他真实美的影响力。在他身上，颜值不再只是表面，而是一种延伸到个性、气质甚至人生选择的整体构成。他不依赖颜值，但却始终帅得令人信服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许多粉丝表示，见过王一博真人之后，不仅对他的美有了新的认识，甚至也开始更认真打理自己，提升状态。他给了我一个标准，但不是压迫感，而是一种激励。这种从仰望转化为自我成长的情绪反馈，是一种正向的追星文化。我们总说容貌易逝，气质常在，但在王一博身上，这两者却达成了某种和谐统一。他既有如雕塑般的清隽美貌，也有着如光影般的沉稳温和。见过他的人常说，他比镜头更像阳光。那么，问题来了，如果一个人已经在镜头中如此出众，现实中却更惊艳，那我们是否也应该重新审视我们对美的定义？我们是否太容易被修图滤镜左右了感知？是否忘记了那些无需修饰、天然动人的人存在？王一博用他的现实经验度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美不是打光打出来的美，而是站在你面前，让你心动的那种真实存在。他不依赖滤镜，不需要角度，也不怕被放大。它是一种可以穿越屏幕、直达心底的能量。对于广大观众和粉丝而言，这种能量不是只供仰望的神像式崇拜，而是可以被转化为对生活更有期待、对自己更有要求的动力。它提醒我们，人类可以漂亮，但更可以有力量。最后，送给每一位正在追星，也正在追自己的你，如果你喜欢的那个偶像是一个既能震撼你的视觉，又能温暖你的心灵的人，那么请你大胆喜欢，也请你努力成为同样值得喜欢的人。因为真正的颜值，从来不是用来比较的，而是用来激励的。王一博，镜头吃掉了他的50%美貌，但现实中，他带给我们的是100%的惊艳与温柔。而你，也终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光芒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